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 G， 选中国广电。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白燕怡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还有我们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欢迎2位。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他总是敏感多疑，不相信我。他和女同事走这么近，我真没办法相信他。我觉得2人吵架也不能耽误工作，他总是不顾全大局。他就是天天拿工作当幌子，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把人想得那么阴暗。他觉得都是我的问题，我真没法跟他沟通了。有请这对嘉宾，有请。男嘉宾许先生26岁，来自沈阳销售；女嘉宾白女士22岁，来自沈阳销售。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谈了多久啊？2年多。我在公司实习的时候认识他的。哦，现在还在一个公司吗？在呢。今天为什么来？我想让他辞职，因为就是他公司里一直有一个挺暧昧的女同事，然后我就挺介意的，我觉得有这个女同事在，我俩就好不了。因为我并不觉得我俩存在这个暧昧的关系，我觉得都是他胡思乱想，自己的臆想。我觉得就因为他的一个想法去放弃一个薪资比较不错的一个工作机会，不太靠谱，有点欠考虑哈。至少说说吧，怎么会有这感觉的？就是我俩刚开始认识也是因为一起进公司认识的，然后刚开始我对他挺有好感的，但是我一直没说，因为我看他跟那个女同事天天形影不离的，我觉得他俩好像才是一对儿呢。然后直到有一回我在早餐店上吃早餐，碰见一个男同事，他就以为是我和那个男生一起早上约好了吃饭，他就挺吃醋的，然后他就跟我表白了，之后才知道他喜欢我，我俩就这样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他可能就会跟那女同事保持距离，但他还是没有，我就觉得他挺过分的。这个不保持距离到什么程度？咱们得听听啊。就他俩天天都是凑在一起嘻嘻哈哈的。就比如说，有一次开会吧，我们就是在楼下碰见了，有个男同事，他就跟我打招呼，问早上吃饭没。他一听见他不高兴了，他直接就上楼了。跟这个没关系，因为前一天晚上我俩已经是吵架了，已经生气了。不是这个上楼了是你们俩的事儿，是他生你的气啊，跟那女同事没什么关系。对，但后面就有关系了。他生气了，他一进屋直接就坐那女同事旁边了。屋里明明就有好几个座，他非要坐那女同事旁边。解释不是，是因为我俩前天晚上已经生气了，然后第2天我俩是分别去的公司，在公司楼下我就看到他跟其他男同事就呲个大牙，跟那仰天大笑，嘻嘻哈哈的，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嘛。然后其实上楼了也没有故意而为之吧，因为其他的空座位都是挨着领导的嘛，那挨着领导我觉得比较尴尬，所以我就顺势而为，坐在这个女同事的旁边。其实这就没意思了，你让我吃醋，我也让你吃个醋，直接说不就完了吗？对，绕来绕去的，这不算啊，这是属于置气。那还有其他的证据吗？就是他开会的时候，他都一直跟他坐的老近了，他俩一直嘻嘻哈哈的，开会就开会，有什么好笑的？因为已经工作1年之久了，已经从这个同事升级成为朋友了嘛，已经比较熟络了。无论我坐在哪个男同事旁边还是女同事旁边，就是我都会跟他就是聊聊天啊，就说说话呀。我就是觉得你们2个有事儿啊，那我怎么只在意他呢？你跟别人我都没说啥呀。那只是你自己臆想的，自己多猜测的呀，就是凭空想象吧。那又是我凭空想象。还有一回团建，就是我们大家团建结束了，都在路边打车要回家呢。然后他就和那女生在一旁边，一开始我都没过去，我看他俩拉车手都要亲上了，我才过去。啊，他夸张了，根本都没要亲上，因为不是你是想亲上是吗？不是，没有，根本就没有亲。我一点也不想亲上，因为当时为什么拉扯？他确实他拽了我一脚一下，因为当时团建嘛，然后我们就是大家都喝的比较多，在团建的过程中呢，我的手机放在桌上了，他手扒拉给我的手机摔地上了，然后他就说去赔偿我这个手机，但是因为摔的是这个手机的后边这个屏，而不是前屏，
就是我们大家可能都不太了解这个后屏大概需要多少钱嘛。团建结束了，他就说要赔偿我这个手机，我就觉得我就不想和任何的朋友牵扯上这些什么赔偿啊、什么利益上的这些金额上的一个对往来啊，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啊。然后我就再三的推脱嘛，我要走的时候他就拽了我一下衣角，他说：“哎，你说吧，到底多少钱，我就赔给你。”就是这样。这解释通。但是那个你怎么不说他给你转多少钱呢？那后屏一般就是3、4千块钱，他给他转个666啊，那你正常你不知道，你看怎么地你得转个1000、2000的吧？他就一直在那磨叽，我觉得他就是拿这个打幌子，他就是想跟他在那拉扯扯，在那挑衅我呢。哎呀，现在明白为什么公司不让员工谈恋爱了，确实比较麻烦。行，还有别的吗，姑娘？还有。就算他对那女孩没意思，我觉得那女孩也是没安好心。哎呦，他俩天天微信上聊天，之前他俩在一个组，工作有交接也就算了，现在都不在一个组了，根本就没有事情可说，他俩还是天天聊。聊啥呢？就是聊一些，就我的事儿啊，问我俩最近怎么样啊，吵架没有？就是每次他都说他想问那女孩是怎么对我好，有时候生气了哄哄我，但根本就不是，那女孩可没说什么好话。他有点就是故意揣测别人的，因为我最开始入职这个公司的时候，我和这个女孩是一个组的，所以我俩就是最先熟络起来的嘛。这都快2年了，工作也成为朋友了。确实可能就是有时候聊聊天。后来我跟他在一起之后，确实这个女同事就有时候还会问，就是你俩最近有没有吵架呀？那是因为最开始我俩没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经常就是向我这个女同事咨询，就是说怎么去追她呀，或者怎么样。然后她有时候会给我出一些主意什么的。问一问题啊，这女生喜欢你吗？不喜欢我，哪有那魅力？一个公司俩女都喜欢我。确定吗？我倒没问，我说你喜不喜欢？不，你自己感觉吧。我感觉不喜欢。你也不是个木头，对吧？对，但我感觉不喜欢。不喜欢是吧？对。没有，我觉得他就是在装傻呀。那女孩她一直都挑拨他，他就耳根贼软，人家说啥他都信，他都往心里去。怎么挑拨的呢？就有一回洗面奶用没了，然后他说行，那正好下班一起去买个洗面奶。正好你缺啥都一起买了，本来这挺正常的事儿嘛。然后上了个班，他回来就说不买了，他说我误着，说我管他要东西，又是那女同事说的，我都看见了，我都有聊天记录啊，你瞅吧，你看都是那女同事说的啊，别我要什么都给我买，他就是觉得啊太惯着我了，没有必要对我这么好。不是你的重点在这儿啊？我觉得有问题，重点在第一句，哎，有2K 吗？这是要借钱的意思啊？因为当时已经是月底了嘛，我们的生活费已经没有多少了。看他洗面奶没了嘛，我就合计他有没有其他需要的，然后我就问他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需要什么面霜啊、气垫啊、散粉一些什么的。我就说那行，那晚上就一起顺势就给你买了。但当时我确实月底了嘛，没有那么些零钱了，然后我就去管这个女同事去借钱了。后来这个女同事确实也没有借给我这个钱。行，这个不重要了先看男生的态度啊。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我想对他好，这态度没问题啊。但是下面可就有问题了，你觉得这女生喜欢你吗？我觉得不喜欢。哎呀，跟他在一起玩玩就行了，你别太傻了。我能害你吗？如果说这样的聊天，这个女生不喜欢你，连鬼都不信。哎，你看，对吧？于老师都看出来了，那白老师，这女生发这什么意思啊？算喜欢吗？这喜欢、嫉妒、挑拨都有。我觉得你也坏，你能不知道吗？你怎么可能感觉不到？都这么明显了，我能害你吗？这别装了，玩就算了，什么呀这是？解释不清了吧？不是你就别搭理他不就完了吗？女朋友又介意。是因为那时候确实没有钱嘛，我觉得跟他关系比较不错嘛，然后我就想这个我们挺你，确实有问题。还有别的吗？就是后来那女同事她确实一直挑拨我俩。就是还说我不如他前女友，就有一次午休的时候，我就看手机，我看一个包挺好看的，我就问他好不好看。那女同事一下就把头凑过来说：“哎，我前2天看你刚买个新包，怎么又买新包啊？你买那么多背得过来吗？”就这么说一句，然后他也没说啥，我感觉他就很明显阴阳怪气儿。不是，我是没说啥，因为我已经无话可说了。不管这个女孩她阴不阴阳、怪不怪气，这个事儿确实我个人也觉得她是做的不对的。就像她刚才自己也说了，刚买一个包，然后又要买一个包，而且都是那种就是名牌的，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也不过年不过节的，也不是什么纪念日，你老要买这些昂贵的东西，我觉得一点用处也没有，更何况你就刚买完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跟那个女同事
是一个想法，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我跟其他人也是一个想法，是吧？还有别的吗？然后他后来他就说了啊，你一点都不如我前女友，我前女友就不会像你这样花钱大手大脚的。谁说？他说的，但是就是因为那女同事跟他说，所以他才这么说的。这女同事怎么会跟他说前女友的事儿呢？女同事也认识我的前女友，因为我跟这个女同事最开始的时候，我入职这个公司我不是单身嘛，然后我就是跟这个女同事比较熟络嘛，然后就我俩就一起聊自己的前男友前女友来的，然后他就这样说我。哦，他除了比你没他前女友节省，还比什么呀？还说我一来就像小公主似的，什么也不做。他前女友就是啊，又给他收拾卫生啊，然后做饭也是他前女友做，然后我什么都不做。就这事儿是因为有一次啊，我们就是同事来家里吃饭，我招待他们，给他们拿点水、洗点水果呀，然后他就是在厨房在那忙活，我就没第一时间过去。他就说了啊，你为什么不马上进来帮我？你怎么一点眼力见没有啊？但这话我明明是去端菜的时候听那女同事说的。他总是介意这个话是从谁的口中说出的，因为其他的当然了，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从谁的口中说出来的？是从这个女同事口中说出来的。这很重要啊！你接着解释。对，因为我觉得其他的同事也会这么说，只不过可能其他同事跟我玩的没有那么好，人家也不会去点评嘛。是因为我俩一起去招待我们的同事，他还是自顾自的跟那玩，我就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就不能进来帮我忙活忙活呢？那打你心里觉得他跟你前女友谁更贤惠呢？打我心里边觉得，我这问题就叫坏，你知道吧？所以你仔细想想，你有没有在他面前这么比较过？那就是经常被这个耳边风吹，我自己心里边肯定会有。谁的耳边风吹？女同事的耳边风吹。那都承认了嘛，这事儿就昭然若揭了嘛，就没什么了。下面要问几个问题啊，先问你，他就不想让你跟那个女同事再往来了，做得到做不到？可以做得到。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看上他啥了？看上他啥了？我觉得看上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所以我看上他了。你确定吗？我确定，因为你比如说你图她个高啊，或者图她漂亮啊，那不是就是有所图吗？但是你真你本来就有所图啊。但我真喜欢人是没有原因的吗？我觉得。好，那你图他啥了？我觉得他挺搞笑啊，他就是很幽默啊。所以啊，这姑娘就单纯呢。她不好的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你先回答。我觉得缺点就是比较爱胡思乱想吧，然后就是想一出是一出然后还有就是他确实家务也不做，就是连简单的擦拭地板，我觉得都做不到。所以他是一个好妻子的选择吗？我觉得是，要不然我也不能跟他这段感情维持这么久嘛。好，他有什么缺点？他就是分不清别人到底是真对他好，还是就是跟他表面上虚情假意的。他就是觉得，谁都跟他好，别人说话都是真，他都信。所以我突然在想，就是如果没有那个女同事的话，你觉得跟他谈恋爱还有滋味吗？我觉得要是没有那女同事，我俩都挺好的。你仔细想想，如果没有那个女同事的话，我觉得你们俩恋爱谈的索然无味啊，因为没有属于你们俩的一些东西啊。你一直在跟这个女同事较劲呢。因为他就一直在挑拨我俩，就是什么事走哪儿都有这女同事。对，所以那你觉得如果没有这个女同事了，你们俩这恋爱还怎么谈呢？那我俩就不会有那么多架吵了呀。那怎么会呢？还是要不拖地的。对。所以到底是因为这个女同事的存在影响了你们的爱情关系，还是因为这段感情当中到底缺了点什么？你们应该听听老师们的分析。离职这个事儿，姑娘，我觉得确实有些幼稚。我们不要去因为恋爱关系左右别人的人生，咱没这个权利。老师们，你们看看这应该怎么办吧？小伙子表态了，我可以不跟这个女生联系，但是人家还会跟你联系的，这可咋整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首先，我认为你和女同事之间这件事，女生绝对不是胡思乱想。你认为只是同事关系，没有其他关系，但是林林总总，让我们都能够感觉到，你们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同事关系。你不用否认，你对这个女同事是有好感的，
很多行为是不由自主的。这样的聊天，他已经深深地介入到你的情感世界了，而且和你是无话不谈的。从这个聊天记录，他是局外人，被你们两个人评头论足，然后你们去达成一致。即便那个女同事暗恋你，如果你对她没有感觉，你在乎她的感受，那也是不由自主的会和那个女同事保持安全距离。但是你都没有，你在享受着有两个女生关注你那种感觉。但你不要忘了，你和她是明晰的恋爱关系。所以今天你必须明白无误地告诉女生，爱不爱，要不要继续。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女生不用担心女同事的问题了。男生，你真的不知道那个女生对你有意思吗？真正的不知道吗？是真正的不知道那个女生对你有意思吗？不是，因为我管控不了。我问的是你真正不知道那个女生对你有点意思吗？也许有吧，但我不觉得。也就是你其实是知道她对你有点意思的，只是你不想去想而已，所以你才知道你可以借助她对你有点意思，能够跟她保持这种关系。你知道你在感情当中最可恨的地方在哪儿吗？你用倒醋的方式来解决她的吃醋。你把你们的关系搞得越来越糟糕。你知道他特别忌讳你跟那个女生联系，但是你知道你只要跟那个女生过去了，他的醋意更浓了，你能够更好的占有到他。所以这叫用倒醋的方式解决吃醋的问题，这不是一个解决恋爱问题的方法，这只是增加了恋爱的矛盾。所以姑娘，我想告诉你，如果你今年22岁，你只是想谈恋爱，恋爱谈够了，可以该分手分手了。那个女生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同样这个男生也可以成为过去式，没有任何意义。恋爱的目的是要让你觉得心安和享受到爱情的滋味，你没有享受啊，谈了2年恋爱，吃了一肚子醋，今天醋没了，你也该清醒清醒了。我最后一句话告诉你，一段真正的爱情，当你踏入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那就是一段好的爱情。且这段爱情能够长久，但是你踏入一段爱情的时候，你进去发现乱七八糟的，你搞不定，然后那么多的事情搞得你一头雾水，而且你觉得自己搞得很疲惫，那绝对不是一段好的爱情。这种所谓的爱情就可以放手了。两位好，咱俩一个姓儿，所以我自以为是的一个长辈来说你2句。我觉得你太幼稚，找对象结婚，你身边的这个人他不欠你的，他爱你是因为你身上有值得他爱的东西，而不是因为他欠你的，他要像你爸妈那样去无条件的对你好，那叫恃宠而骄，那种骄只能够去把男孩子对你的爱慢慢的消耗没了。第二个幼稚的点，你觉得这个男孩子辞职就真的解决问题吗？看不见他的地方，你就觉得那就是安全了吗？你以为你的问题是他和那个女孩子同在一个公司，所以才出现的吗？你的问题是对于男人的审美能力有问题。你觉得他这样叫风趣幽默吗？多油腻呀！一个26岁的一个男孩子，当我们赵超老师问说，哎，你喜欢他什么？啊，爱是无条件的。什么爱是无条件的呀？一个年轻人都不知道我自己爱的是什么。这个女孩漂亮、温柔、美丽，又勤奋能干，然后又温柔体贴。虽然她身上也有爱，有点娇气，有点这个花钱大手大脚，但是我看中她什么什么。爱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爱那根本就不是爱，多油腻。第二个，这个男孩子他一定知道他的女同事对他是有好感的，人女孩在短信里就明摆着说了，我对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我能害你吗？难道我不是对你好吗？
那我明知道一个女孩对我是好的，我还要把我和我女朋友什么给她买化妆品，给她去买包包，我还要把这些事情去告诉一个喜欢我但没有得到我的女孩，你不觉得她很残忍吗？她这件事情不光是对你残忍，她对那个女孩有尊重吗？一个在她心底深处对于女性的爱没有珍惜尊重。我知道我不喜欢那个女孩，但她喜欢我，我也很感谢她，然后我也不会去伤害她，我更不会去利用她。这是一个男人真正的一种情感。他还利用那个女孩对他的喜欢来让你吃醋，我都不明白他哪来的勇气去跟那个女孩借钱给自己的女朋友去买化妆品。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站在那个女孩子的角度上想一想，多悲哀。而这个悲哀有那个女孩自己的问题，但是你男朋友他没问题吗？凭什么又让你伤心、吃醋、不安、忐忑的竞争的这种状态，又让另一个女孩有如此大的羞辱感？所以你要知道，你今年才22岁，要有很多面对说如何识人悦人的一个成长的经验，甚至是挫折性的体验。但是姑娘一定不能那么幼稚的去看待感情。一个人连对异性基本的尊重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他也不会真的懂爱。你说一女同事那么明白的跟你说你女朋友的坏话，你还能跟她保持这么好的朋友关系，那你说你跟谁的关系更近呀？爱情可贵的地方不就在于唯一性吗？一个人天天跟你念叨着你女朋友的坏话，说她就是图你钱，她就是怎么怎么样，这人我不应该远离他吗？因为我跟我女朋友是认认真真在一起谈恋爱，你诋毁我女朋友，你不就在诋毁我吗？所以你怎么可能不明白？你太享受这种感觉了，让这两个姑娘在争夺。他们这种的在抢夺的过程当中给你带来的这种刺激和你的价值的体现感，你的满足感是至高无上。你觉得这边这个女生每天都在向你一直抛出橄榄枝，然后那边的女生每天疯狂的吃醋，你太享受这种感觉了，所以你心知肚明，你们这就叫暧昧。他们两个人对你而言都是证明自己价值的工具而已，你真正谁都不喜欢。这个女同事能经历你的前女友，还能再看着你去找到下一个女朋友，都不选择她，她依然能在你身边，你觉得是因为喜欢你爱你吗？只是因为没得到不甘心。姑娘，你也享受这场游戏，你只不过也在同样寻找证明自己价值的方式和证明自己魅力的方式，你在比赛呀，看谁能争得到这个男人，看谁能先跑到终点。但问题是，没有爱，比啥呢？你们都是输家呀，拿自己的人生开玩笑，拿自己的青春开玩笑，这不就是在浪费宝贵的人生和青春吗？没意思。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努力的工作吧。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现在这个状态，没啥继续在一起的必要，都各自好好努力工作吧，找一个真正爱的人。记住，爱它一定是有唯一性的。谢谢莎娜老师，来帮帮团的老师们。我觉得男孩其实你都明白，但是你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在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我想跟女孩说，你很好，你值得拥有更好的，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感谢这个女孩，是因为有这个女孩可以让你看清楚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感情的世界里，3个人挺挤的，你转身离开，成全他们，然后让那个女孩也感受一下，她的生活里还有另外一个女孩，你赢了。作为广电帮帮团呢，我想帮帮女孩吧。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他跟他的同事，他们如果能在一起，他们早就在一起了。就是你真的不必那么在意。其实是你的男朋友在你面前给你树立了一个假想敌，让你在不断的猜忌和吵架中
觉得他很优秀，被别人追，让你有危机感。所以呢，我觉得最好的表现就是无视，无视他，看他表演。今天其实你们要考虑的是，这2年的感情是因为你们真的相爱，还是因为这个感情的复杂性？就好玩儿，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物件儿。这个基本就属于男生，你把自己变成了物品，让2个女人争，你是物品吗？同时你也把这2个女人变成了物品，像2个小玩偶玩具。来，你们俩斗一斗，多有意思呀！不好，自己考虑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我觉得我确实没有把握好我和这个女同事之间的一个尺度吧，然后确实也不确定是不是真正的喜欢，可能也是存在一些，就像老师们说的是拍卖呀、竞争啊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确实你需要好好考虑考虑。那你都这样说了，而且刚才问你喜欢我什么，你也没有说。之前你说觉得我可爱啊，觉得我漂亮，然后现在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还有你跟你女同事也是，可能你就是知道，但是你就是在那儿装不知道，你就是想脚踏2条船。哎，话说清楚反而就好了。谢谢2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预测一下，博红兄。很显然，男生对这个女生没有那么爱，所幸是这个女生今天已经看清了这一点，男出女不出，都不出，男的还别出来了。我觉得可能都不会出来了吧，双不出。你开门。觉得这个结局挺好，就是对于他们来说认清了这2年的感情，可能从最初的喜欢，到不确定之后想试试尝试的占有，所有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我恰恰觉得2个人理性的选择分手，是对这段情感最好的一个纪念。祝他们分手快乐。来，接下来我们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的隔阂越来越深，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少。他脾气太大，我只能沉默。我希望他可以更有责任和担当，不要总是选择逃避。希望他可以理解我，陪我一直走下去。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鲁先生30岁，来自湖北私营业主；女嘉宾潘女士43岁，来自湖北私营业主。有请2位，有请。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欢迎2位哈。小片儿，男生是说希望一直走下去，是吧？对。是现在有人不想走了吗？对的。你不想走了？是的。再婚夫妻是吧？是的。你比他大10岁。大13岁。大多少？13。哦，43，还真是13岁。这个姐弟恋是需要勇气的哈。对的，一开始我是很不同意的，因为他追我的时候，我就说我比你大这么多，我就一直在把他给就是推走，甚至为了他找不到我，我故意趁他上班的时候把他的信息给拉黑了，我搬家了，过了1个月后他又找到我了，然后他就还是守着楼下吧，也不敢上来见我，守了几个月。我看不下去了，然后就跟他交流了。嗨，结婚多久了呢？结婚3年。结婚3年，又不想过了？不想过了，为啥？因为我一直都是在顾这个家。最重要是他结婚之前，他隐瞒了我很多一桩我接受不了的事情。比如说什么事儿？
一开始他说城市里面买了2套房子是全款买的，然后家里有存款，然后我就问房子呢，他隐隐约约的也不承认。后来我就去追问，要他带我去他家里找他那2套房子，然后他就带着我过去，到他家门口了，就有2个孩子出现了，突然说这是爸爸，然后我就直接甩他脸色，直接拦了一辆车，直接走了。啥意思啊？就是当时他没说他是有孩子的人，因为我没说我结过婚。你是离异，对2个孩子。离异了，对对。哇，那到底有没有房子呢？就是看房子，房子没看着，看到2娃。有，但是不是在市区，也不是我自己的，是我父母的。哦，这为什么要骗人家呢？因为我当时认识他的时候，我就比较喜欢他，就想和他在一起，天天就不是你想跟人在一起，你也不能骗啊，这不就骗子吗？隐瞒了这些，但是也是因为爱吧。但是这个在没有结婚之前，那他有存款吗？存款他说有一个兄弟，他妈妈得了乳腺癌，他妈妈急救说全部给他了。然后现在就是结了3年婚，我说你的存款还是没去追吗？他就不回答了。哦，那到底有没有这钱啊？有，这钱是真的。借条呢？我们就是之前我做生意的时候认识的，就是一个兄弟，一个朋友。就有没有借条吧？没有借条，我们啊，行了，那就当这钱没有了，又被骗了。这是你婚前知道的，婚后知道这几件事儿？这是婚前我追问的。婚前追问的，因为婚前我就总扯着他去那个他家里，我就一定要了解清楚。所以说，在结婚之前，你知道他离婚且有2个孩子，你知道他说的2套房子不存在，你也知道他所说的10几万的存款是存疑的。所以这3件事儿你都接受了，是还是不是？是的，后面接受了。好，接受了咱就不说了。那现在为什么不想跟他过了呢？现在就是发现他赚的钱不知道哪去了。啊？就是他每天在工作，就是赚的钱没有拿过来拿回家用过。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他一开始是跟别人打工，就是做厨师，然后后面他说他腰站不直，很累，然后又开始做别的了。我做过厨师，跑过滴滴。我问你，结婚以后做什么？结婚以后跑滴滴。就结了婚后，我就建议他去自己做生意，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属于家里就是没做事的人，然后我就说你这家里我也看到他老房子了，然后我就说你去问你妈要房产证，去贷个款，你不是喜欢那个游戏吗？你就开个电竞酒店，然后就这样，他就说我贪他家里的财产。其实我不是不乐意拿出来，这个东西它是我妈她那边的，并不是在我名下，她也不可能说拿出来给我贷款。这个不重要。后来贷款没贷款啊？贷了，我看他去贷款的时候，他贷不出来，然后我就去以我的名义贷的款。贷了多少钱啊？贷了46万。贷了46万干嘛？就是让他去开电竞酒店。开了吗？开了。挣钱了吗？没有。那既然你这么有把握，为什么不是你去做，你让他做呢？我那时候就是结婚前不是闹了一点矛盾吗？为贷款的事情，我跟他打了一架，脚崴了，然后就在家里，因为我躺在家里不能做事。他总是说不要打工，不要打工，非要做生意，就是打工没有出路的，非要做生意，非要投资。行，这46万赔了？赔了。谁还？我在还。现在还是你在还？我已经还完了。已经还完了。哎呀，好厉害啊！这是一个女强人。但我不需要这样的女强人，不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还钱，他是开了一个 KTV。哦，他开了一个 KTV。对。啊。然后就是彻夜不回家，孩子在家反正也不管。谁的孩子？他的。男孩女孩？女孩。多大的女孩？13了。13岁的女孩，妈不出现，挣钱。对。那时候也是为了这一点贷款，不为了这一点贷款，我也不会这样做。
那你们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经常争执啊？对，有一次就是我在沙发上面那个削苹果，因为吵起来嘛，他就拿着那个削苹果的那刀，直接照着我就扔过来了，扔到那个地板上一弹就弹到我脚上2道口，现在刀疤都很深。因为我总是找他理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都是沉默。然后不是理论啥事情呢？就理论我在外面这么辛苦做事，你呢就是说我不能去做。就2个人想法不对，因为我不喜欢说你一个女人在外面应酬，我不愿意啊。我认为我做的是属于可以赚到钱的，然后他就是不同意，然后他去做其他的呢，也做一下子又回来了，然后我就很不乐意。现在你主要干嘛呀？我现在在就是老家那边还有一点地啊，我就种了，就把那个菜都拖到市区来卖。哦，那您做什么呢？现在？我一开始就是跟他开 KTV 的时候生意好，然后闹得很厉害的时候，正好拆迁，然后 KTV 也就把它给倒的给别人了，正好把债全部给还清了，然后现在就是做一下零工，然后现在看到他的那个晒得黑黑的，我看他卖菜又去农田里面干活，我就帮他卖，然后现在就是租房子，然后所有的开销都在我一个人身上，然后我就发现他赚钱赚的不知道哪去了，因为他滴滴的时候一天有300的那种进账，然后我就想着家里的水电你应该帮我交一下，或者是家里房租你帮我交一下，但是这2年都没有交过1分钱。哇，那您这工作的这钱去哪儿了呀？因为我成天会跟他吵，我就喜欢躲着，我就爱上了玩那个手游，玩点小游戏就充了钱。他打游戏充钱，你知道吗？这个开始我不知道，后面有一次他玩得很累了，然后睡着了，屏幕闪着，我就看到了他手机，翻了一下那些零钱支付，然后就发现了几千的充，我就跟他大吵一架了。不是你打游戏花了多少钱？花了有10多万吧。哎，你说你是不是？我选一什么词儿我？哎呀，我这算了。就这样，他不喜不是你欢跟我吵架。自己不还有俩孩子一老妈吗？你怎么就把他冲到游戏里了呢，兄弟？就我没跟孩子住一起，那边生活费够了就行了，就。那他们未来不花钱吗？你作为一个爹，每个月我还是会存的，就是那你存了多少钱啊？会存到我妈那去的。那你现在在你妈那儿存了多少钱啊？我妈那也有10几万了。那你为什么不贴补你现在的妻子呢？要开销啊，家里也要开销，他们马上要读初中了，所以你现在哪句话是真的呢？就我一个人呐。不是，所以你哪句话是真的呀？我哪句话都是真的。那你为什么不给夫人钱呢？你又住人家房子啊？现在是没有给他钱，但是为啥不给呢？但是我用的钱也不少啊。他的意思是我现在不买他的菜，因为我只买我自己吃的菜。哎呦。然后他就说他每天也在买菜回来。那啥我不买呢？他的意思就是他现行，在那你交个房租行吗？可以啊，我也答应他交了呀。交没交啊？这不又吵上了吗？这次为啥吵啊？这次就是为了打游戏。不仅仅是打游戏，还是因为他没有把钱往这边放，他一直说他的钱只够给他的孩子。那你们这日子过得啥意思呀？然后我就非得要跟他闹离开，但是有一点，为什么我没离开他？就是因为他把我女儿从我的那个老家接过来了，接过来在这边读书。读书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女儿可以不用接送了，但是他呢就很负责任的每天在接送，而且就是他要吃什么都给他买。或者是要他亲手做的，他都会亲手去做。哎，你这当妈的，你糊涂不糊涂？你了解这男人的背景吗？就他跟你交往期间，离异带娃的事儿不告诉你，家里没房子愣说成有房子这事儿不告诉你，对吧？对。跟你结婚之后，你这么难贷了款了，想好好生活，这么难，他能花10几万去打游戏，就这么一个男人，你敢把女儿交给他带？哎，你为什么结婚？还不是想有一个好的归属。你是不是要找一个能疼你的，啊，经济上能帮衬你的男人？
最起码精神方面帮助一下。现在就是出现了精神方面也帮助不到，然后导致我天天跟他就是闹得很厉害，因为他从不跟我沟通。好，兄弟，我问你，你当时结婚的目的是啥？就是单纯的喜欢，然后就这么好看就行是吧？对，当时是这样的。好，那你现在告诉我，你结婚的目的是啥？我现在就是想好好的过个日子，因为经历过前一段婚姻，就想不是，那你这3年没好好过日子呀？不是没有，就是其中的事儿太多了，就导致你根本就没法好好的做事儿。其实最核心的就是，到底是踏踏实实的挣钱，还是挣快钱嘛？对。那这个就说明人选错了呀，兄弟，你是要分开是吧？我现在就是看他钱没拿回来，然后他又说钱都在他妈那去了，然后我就按耐不住了。现在我是看他辛苦，我在帮他卖菜呀，我没有收入呀。啊，反正接下来这个房租我肯定会出，只要你踏实本本分分的做一点正经事情，我就是这么想的。懂，就是你愿意踏踏实实的跟这个男人过一分钱一分钱攒起来的苦日子吗？你直接回答我，别绕了。苦一点我没关系，但是要把游戏给戒了，必须要什么事情你出去干什么，必须要先跟我打个招呼。行。因为我老是在家里打他电话不接，我就胡思乱想。我年纪大了，我就怀疑他又出去玩去了。哎，不是你那会儿嫁给他，就他最后什么东西打动你了？就是前夫的时候我就没谈过恋爱，家里的父母就包办了。这个男人是第一个追我的。懂了，明白了，就是我没被疼爱过，突然出现了一个这个，似乎好像他是疼爱我的。行吧，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虽然女大13岁，但你们这一段婚姻和姐弟无关，与爱有关。一个43岁的女人，人到中年，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因为从来没有被人追过。但是，在走进婚姻之前，你已经发现了，这个男人满口谎言。你会认为自己是爱，但是撒谎绝对不能成为爱的理由。我们都知道，诚实和信任是婚姻的基石。你明明在走进婚姻之前已经发现，所谓的房子、存款，所谓的没有结过婚，一切都是谎言。你为什么还要踏进去？结婚以后，原形毕露了，他一切的一切就呈现在你面前了，你都是无法忍受的。有了钱，宁愿10万冲到游戏里的男人，你说他对婚姻有责任心吗？没有。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所期许的爱，现在是不是被击打得粉碎了？是的。哪怕你们继续走下去，你把握不了他今后对这个家的态度。他可以用谎言走进这一段婚姻，他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结束这一段婚姻。所以我在想，各自都是为了双方好，反正时间也短，这种伤害就不要再维系了，也不要再继续了，清醒一点，理智一点。为什么知道他说谎了，还要继续跟他生活在一起，还要结婚？你想过吗？那时候就是看他守在楼下守了几个月。是这个原因吗？他守了几个月。其实最真实的原因是因为你明知道他说谎了，但是你还是想跟他结婚，是因为谎言被包装成了爱的模样。你就是认为那是爱，因为你缺爱，而且你特别渴望有一个安定的、稳定的、能够被照顾的家。但是很可惜，你没有经营爱情的或者经营婚姻的能力，你不知道怎么跟一个男人长期相处，
你刚说了一句话，你说之前第一段婚姻是被父母包办的，没谈过恋爱。我相信你不仅没谈过恋爱，你可能进入婚姻过后，你也没有真正跟你的前夫认真相处过，因为你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也许他也真的没有爱过你，所以啊，谎言被包装成爱的模样，所以你看到的不是谎言，你渴望的是你内心想要的那个爱。我不知道未来你们会不会在一起，如果你们在一起，我可以祝福你们，但是祝福有一个前提，是你必须学会如何跟这个男人坦诚的，并且能够吃苦的、承担并且扛压力的，去共同面对生活的磨难。但凡赚快钱的，最后赚到的永远是生活的鞭打。所以如果你真的还想继续跟他在一起，必须接受未来生活可能无数次的鞭打。同样，我觉得对你来讲也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追他呢？就是很喜欢他。是你很渴望有一个家吧？不是你仅喜欢他，你觉得他可能能带给你家的感觉。也许曾经你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说的某句话打动了你，让你觉得他能够给你那个家。但很可惜，你也没有经营家的能力啊。你知道家是什么吗？家就是可能每天会吵架的地方，家就是每天有那么多鸡毛蒜皮的地方，家就是有无数的琐事儿。你不要想家里边没有琐事情，孩子吃饭、孩子学习、父母的问题、亲戚朋友的事情、工作，都可能会在家里边的矛盾当中出现。所以夫妻没有不吵架的，好的夫妻吵架的次数比不好的夫妻吵架次数可能还要多。所以如果你未来还想跟他在一起，那你要做的事情跟他一样，接受生活的鞭打，接受生活的苦，你可能才能找到生活的甜。可能对你来讲，你的确也许是一个好的继父，你能够给孩子买他想吃的东西，那你是否可以再把你的另外2个孩子接过来，让3个孩子在一起生活呢？他不同意。协商啊，这是你们的家呀，家就是有共同的孩子在的呀，由你们共同去为这个家赚钱，共同去打造这个家。如果但凡你们做不到的话，你们可能就只能亲手把你们想要的美好的家的美梦彻底的毁掉。两位好，我觉得这位女士其实整场听下来，我觉得你是一个没有是非观的人。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判断对错，什么东西是悬崖边，你没有这能力，可能和家庭教育有关。都什么年代了，还包办女儿的婚姻？还有一部分就是刚才小鹏老师说的，你没有获得很好的爱。一个人没有获得很好的爱，所以他就不重视自己，不重视自己就不会去心疼自己，珍惜自己。你先生之所以会打动你，是因为他给了你没有的东西，就是对你的重视。这个东西连你都没给你自己，不认为你自己有价值，不认为你自己值得被珍惜。所以这个男人给了你几个月的守候，那个时候你突然感觉到啊，原来我也是一个可以被珍惜的人，这是一个多么奢侈的感受。那个东西打动了你，但是非常遗憾，就是他对你的重视并没有唤醒你对你自己真正的一种珍惜，这是你的问题。对于这位先生，他一直是活在一个英雄的幻觉当中。我觉着我能拯救一个可怜的单亲妈妈，我觉得我能让这个不务实的女人脚踏实地的去好好生活，我觉得我能让那个13岁缺乏父爱的小姑娘能够去得到呵护，我觉得我能够去让我的兄弟妈妈的癌症因为我的雪中送炭的钱就能够得到救治。他一个特别夸大的一个英雄的梦，所以才导致他为什么在游戏当中自霸不能，因为游戏能够快速的提供给你英雄的一种实现。小伙子，有英雄的梦想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一个人如果不能够理解什么是英雄，那这个人一定会被自己的自以为是害死的。什么是英雄？敢于直面自己的力所不能及，这才是英雄，而不是说我能做别人都做不到的事情，我一定只要我够执着，我就一定能怎么样。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大，没有金刚钻别揽那瓷器活儿。如果你不能够面对你自己的脚踏实地的去做一个平凡的人，把这个平凡的人做得特别的扎实，那你永远都是一个假英雄。所以两位，你们二位的婚姻何去何从我不知道，但是我特别的想让你自己能够实事求是，你把自己当回事儿。你们对自己的各自的人生都太不负责任了。这个不负责任来自于你们的原生家庭，来自于你们的成长环境，来自于你们的认知、你们的价值观。但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为人父母最起码得干点为人父母干的事儿。我们得先做好父亲和母亲，尽好这个职责。其次我想说的是，以爱为名的死缠烂打，这不就是无赖行为吗？一个真的爱你的人，他不是翻山越岭找到你，他看到你在躲他，他知道没有未来，那爱我放心里，不是在一起的才叫爱。还有，已经都欺骗你了，财产骗，房子骗，连婚史都在骗，还有什么脸面去坐在你们家楼下求你和好呢？这怎么能被称之为爱呢？一个男人在婚前隐瞒自己的婚史，这是最大的底线问题。一个欺骗的男人，你都敢嫁给他，你不是置自己的人生于不顾吗？一个骗了你的男人，你敢让自己的女儿和他共处一室，你不是置女儿的人生于不顾吗？所以我不知道你的人生底线在哪里。所有的姑娘们，睁大眼，别做梦。婚前的承诺，婚后不一定做得到；婚前做不到的，婚后一定做不到。婚前就骗你的人，婚后大把的谎言在等着你。你自己种的恶果，你接下来只能自己往肚子里咽。但是，保护好你的女儿，毕竟你是个妈。就这样。谢谢莎娜老师，来帮帮团的老师们。作为广电帮帮团啊，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点拿婚姻当儿戏，就是你们可能都认为，就是结婚了就上岸了，但其实它只是一个开始。其实从内心你不太能跟他过这种苦日子，去种菜卖菜这种苦日子你过不了。而且这个男士，你是用谎言打开了这段关系。然后在现实的生活中的这种捶打呢，其实是撑不住你的谎言的，所以你现在也没有能力给他想过的生活，所以其实在我看来，两个人就分开吧。姐妹，我真的想问你，43年你怎么过的？你总是糊里糊涂，连自己的利益你都保护不了，房子没了，存款没了，青春没了，你这43年真的是坑坑难跳，坑坑跳。最后有一句话送给你吧：自立自强的女人，一路披荆斩棘，乘风破浪；自轻自贱的女人，她的生活没有最差，只有更差。谢谢啊。问个问题吧，你希望你的女儿再过一遍你的人生吗？不希望。你希望你的儿子再过一遍你的人生吗？不希望。你说不希望，那我希望你下去之后，在跟你现在妻子的交流过程当中，你至少实话实说。那下面除了负担她的生活之外，还要负担那个女孩子的生活，这3个孩子的生活能负担吗？有压力了。对。那接下来问你嘛，你愿意跟他一起负担这3个孩子未来的生活吗？不愿意。我没有问题了，剩下你就应该明白了嘛。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反正说什么你也不相信，也不愿意，不愿意我也没办法。我是看3个孩子，一开始我觉得2个孩子我家里就比较辛苦，然后也有2个，所以我就觉得很难接受。那时候结婚也是我对自己不负责，就这样跟你打了个结婚证。现在就是希望能各自离开吧。你们可都是跟自己说不，我不让我的儿子走我的老路，不，我不让我的姑娘走我的老路。那我们就希望你们俩的路能够走得特别好，好吗？谢谢2位啊，请回。哎，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您觉得他们会双出吗？我判断双不出，冲动总是有代价的。双不出，尊重他们个人选择。男出女不出。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哎，主要就是为那几个孩子松了口气，所以我倒觉得，就是咱先不考虑自己的感情，等孩子长大了，咱。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季选中国广电。再一次的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